苗氏女选拔前一日，我主动放弃参选资格，独自进山闭关清修。沈林，为何偏偏在紧要关头闭门不出？我独自走入万蛇谷，静心感悟古道。上一世，为竞争苗敲圣女之位，我常年以自身元气滋养灵虫，耗费数年心力，悉心培育与自己相伴的灵虫。苏婉瑶顺理成章登上圣女之位，而我上偷桃蛊蛊虫的污名被全寨人唾骂。我直至离世都没能洗刷去，直至咽气前，我都百思不得其解。明明是我悉心照料长大的灵虫，为何会亲近苏婉瑶？再度睁眼，我重回拿到圣女选拔资格的那天。再过几日便是圣女遴选，本届有参选资格的姑娘里，你天赋最拔尖。唉，可惜我孙女悟性普通，资质平平。要是能有你一半的天赋，我便知足。前世被众人排挤，背负污名的委屈清晰刻在骨血里。我重活一世，那些委屈与不安依旧牢牢缠在这四肢海。沈灵，你是咱们寨子最顶尖的养蛊人，这段时日好生培育本命蛊，下压任苗敲圣女必定是你。九叔，我定会好好准备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查清前世所有阴谋。前世我轻信马九叔的提点，满心欢喜归家，翻遍祖传书，书中记载，是古人以自身参血温和喂养，方能养出通晓主人心系的至强蛊虫。自那以后，我每日取少量精血配噬蛊汤药，蛊虫长势迅猛，战力远超寻常毒株，更诞生了百年难遇的特性——知心蛊。普通蛊虫只能等候主人下达指令发起攻击，知心蛊却能读懂主人心底绪，无需号令，自主护主。整个苗疆数百年，从未有人培育成功。我耗费数年心血，终于养出独一无二的花纹蛇之心。我还在找我精心驯养的蛊虫，原来是被你私自带走了。你怕是不知不道，这是知心蛊，能感知我的心意，主动亲近真正的主人。天哪，是天在！天哪，是天在！是知心蛊，开始恶毒的行星的唾骂。我百口莫辩，只能无助站在原地，接受所有人异样的目光。众人围着苏婉瑶道贺，路过我时，纷纷投来鄙夷的视线，刻薄话语砸在我身上。真是可笑，自诩天才，背地里竟私自带走他人驯养的蛊虫，痴心妄想觊觎圣女之位，做出这样的事，如今的局面也是情理之中。婉瑶才是契合圣女之位的人选，这般难得的灵虫都能悉心培育出来。冷言冷语比道歌更疼，十子年日夜苦降蛊术所有夫，最后只换来一句句切骨之人，一辈子钉在耻辱柱上，泪水不受控制滚落。我想开口辩解，可众人只愿意相信眼前所见，无人愿意倾听我的说辞。琳琳只是太想当上圣女，一时糊涂罢了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婉瑶真是善良啊！围观百姓尽数称赞苏婉瑶心地善良，蛊术高超，是名副其实的苗疆圣女。我满心无尽绝望，那只蛊明明是我一手养大，我从未私自占用分毫。不等我寻到证据自证清白，族人便骗劝我暂时离开寨子自省。
在外漂泊的日子里，我满心疑惑，始终想不通，我亲手培育的花纹蛇为何会认苏婉瑶为主。这一世，我不再饲养那条花纹稚蛇，我定要扭转命运，让所有曲解算计我的人坦诚向我花纹稚蛇。我定要扭转命运，让所有曲解算计我的人坦诚向我赔罪。我强撑笑意走出马九叔家，前世的一幕幕在脑海翻涌。当年马九叔同样这般鼓励我参选圣女，还赠予我诸多珍稀养蛊药材。从前我父母亡，自幼跟随马九叔学习蛊术，一直将他视作至亲恩师，从未有过半分疑心。可夺走我蛊虫，顶替我圣女之位的，偏偏是他亲孙女苏婉瑶。无数疑点缠绕心头。这一世，我舍弃花纹蛇，不再完全依靠马九叔传授的养蛊法子，绝不能重蹈覆辙。回到家中，我掀开瓦罐，里面是幼年花纹蛇，它抬起脑袋，等候我的投喂。我没有像前世一般精心调配药膳，反倒寻来安神散，轻轻放入瓦罐。将花纹蛇安置到山林深处无人之地放生，不再与它有牵扯。这条花纹蛇我新照料数年，早已生出灵性，可到头来他却成了旁人算计我的工具，心底掠过一丝不舍。可前世背负污名、受尽排挤的委屈涌上了脑海，我瞬间坚定心思，将他放生山林，从此互不牵绊，便不会再有人借他构陷我。安置好花纹蛇后，我长长松了一口气，这下苏婉瑶再也无法借这只蛊虫栽赃我。我换上轻便短衫，背上竹篮，纵身进山。前世我时常深入深山采摘药材，熬制蛊虫口粮。悬崖峭壁上生长着千年洗髓枝，吸收日月精华，能为蛊虫洗髓伐脉，大幅提升灵性。当年采摘洗髓枝时，我曾见过一只品相绝佳的碧色蜘蛛，彼时我一心培育花纹蛇，便没有将它带回。如今我更换蛊虫，我本就有培育之知心蛊的天赋，定然能再度养出顶级蛊。找到了！为吊绝旁人动手脚，我舍弃惯用的养蛊瓦罐，不用珍惜天材地宝，更不会过度取用自身精血噬蛊。我没有带蜘蛛回家，寻了一处隐蔽山洞暂住。整套饲养流程和前世彻底相反，每一处细节我都万分谨慎。山洞洞口布下3层铃铛机关，但凡有人靠近，铃铛便会作响，我能第一时间察觉。就连夜间入睡，我也时刻保持清醒戒备，提防有人暗中作祟。山洞偏僻无人，我与碧色蜘蛛共处半月，衣衫被树枝勾得破损不堪，才不得不回寨子更换衣物。穿过林间小路时，2道族人的交谈声传入耳中。你说沈凌这次会培育出什么蛊？咱们这一辈也就她有机会稳拿圣女之位。谁知道呢？她半个月都没回寨，怕是在山里潜心养蛊。对了，听说资质普通的苏婉瑶，碧色之蜘蛛。是人。
两人脚步声渐渐走远，我僵在原地，心头一沉。闭塞蜘蛛，世间毒虫千万种，苏婉瑶偏偏和我选了一模一样的虫。天地怎会有如此巧合之事？宛如一柄彻病的绝兽妖刀，我绝不相信。前世我百口莫辩，苏婉瑶当场颠倒黑白，苏婉瑶当场颠倒黑白，谎称烟花人是他所养。当年马九叔还当众出面作证，声称亲眼看见苏婉玲日日扔花纹蛇。我拼命解释，想告诉所有人我才是蛊虫真正的主人，可无人愿意相信。只要你退让认错，我便帮你向族人说情。我不肯认下莫须有的罪名。人证物证俱全，还敢狡辩，真是不知羞耻！还敢狡辩，真是不知羞耻！自诩天才养蛊香，反倒争抢他人蛊虫，丢尽进寨子脸面。按原规矩，争夺他人蛊应当取消参选资格，别让他玷污圣女大典。那是我长久服养毒虫的证明。我每日用心照料蛊虫，好不容易养出执行丁蛊。我知晓琳琳天赋胜于我，可你也不能带走我耗费心血蛊虫啊！他柔柔可怜的模样博取所有人同情，众人纷纷指责我嫉妒心作祟，容不下人。而后大典之上，众人默认苏婉为圣女，我只能独自离开寨子自省。众人默认苏婉为圣女，我只能独自离开寨子自省。他怀里抱着我倾至心血培育的花纹蛇，成了苗疆万众瞩目的光，而我背负污名漂泊在外，满心委屈无述说。过往回忆汹涌袭来，我泪流满面。不过一只闭塞蜘蛛罢了，我索性将它放生山林，重新寻古。让它自在生存，转身回家。在家静坐数时辰，我打定主意采用苗疆最古老的群赌共生之法，此法早已失传百年，几乎无人使用。让毒虫自然共生磨合，挑选最有灵性的那一只，数十种毒虫随机混杂，最终留存的蛊虫样貌无人能预判，总不至于再次和苏婉瑜的蛊虫重合，更不会再莫名亲近它。我忐忑等候数日，地盆内动静渐渐平稳，直至盆中只剩单一温和和虫鸣。这般独一无二的蛊虫，连我都叫不出名字，模样独特，我却满心欢喜。它完完全全由我一手驯养，世间仅此一只，我日夜贴身藏匿，精心照料。仅3日，这只异种混合蛊便蜕变成知心蛊。明日便是圣女选拔大典，我掀开蛊盆准备测试。知心蛊本该只会牵进事主，却转头朝着寨子西侧不停嘶鸣。西侧只住着一户人家，苏婉瑶。这只蛊从未见过苏婉瑶，却依旧本能想要靠近她。不安从心底蔓延全身，我控制不住浑身发抖。难道这便是我的宿命？无论我培育何种蛊虫，最终都会亲近苏婉瑶。蛊虫最终都会亲近苏婉瑶，我永远会被污蔑窃蛊，跌入低谷。我明明改变了前世所有选择，却依旧逃不开既定的困境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我苦思冥想，却寻不到半点头绪。他发现差一只银簪，款式纹路竟和我头上那只一模一样。琳琳，明日就是圣女选拔，你的本命蛊培育好了吗？你的本命蛊培育好了吗？我脸色发白，死死盯着那只银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尖点声，用死几天。见我沉默，他主动拉住我的手，絮絮叨闲聊，视线越过我的肩头，落在屋内的漆盆里，笑意藏着算计。明日大典却毫无版，我等着看你携鼓登台，大放异彩。嘴上说着祝福，眼底全是看好戏的嘲弄。苏婉瑶转身离开，嘴里哼着段诡异的苗疆小调。婉瑶，恰好一群少女结伴路过，苗疆小调。婉瑶，恰好一群少女结伴路过，纷纷同她搭话。婉瑶，听闻你把养的闭塞蜘蛛放走了，明天大典你还要参加吗？苏婉瑶似有若无瞥了我一眼，转瞬又变回纯善小白模样。自然要参加，我重新用蛊法4蛊，数十种毒虫同盆共生，留下的那只我悉心喂养至今。它长着蜘蛛的腿，蛇的眼睛，金蚕外壳，无蟾蜍，馋肚子。苏婉瑶每多说一处细节，我的心绪便沉重一分。她口中说起的那只特殊灵虫，正是我悉心照料的那一只。若是明日我带着这只灵虫登上祭台，定然会生出无端误会，被扣上私藏他人灵虫的无端柴缝。可若是舍弃蛊虫，短短1夜，我根本来不及培育新的知心蛊，我将在原地绝望浸透4肢。就算我全盘翻前世的做法，困境亦如影随形。婉瑶，这么机密的试蛊过程，你怎么随便说出来？可怕旁人模仿吗？我只详细讲给琳琳一人听，她天赋顶尖，怎么会模仿我这种资质平庸之人的蛊虫？再说，琳琳随手繁育的蛊，定然比我的强上100倍，100倍。对了，琳琳，还没问你，这次你养的是什么蛊？几道好奇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。我始终闭口不语，气氛瞬间僵硬尴尬。别追着问了，沈凌实力这么强，明天登台自有惊艳众人的蛊虫。咱们提前打听反倒失礼。天不早，我们先离开了。一行人结伴走远，苏婉瑶朝我轻轻挥手，笑意纯良，语气却藏着算计。琳琳，明天大典见。我关上房门，心绪沉重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更换一身干净衣裙，带上空吃全新鸡盆，前往麻叔家中。他家远落伪满族人，似乎正在商议圣女大典相关事宜。林丫头，不去在家打理蛊虫筹备大顿，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？鼻尖微微发酸，若是他从前的慈爱是真心，该有多好！我自幼父母双亡，一直将马九视作亲爷爷，常年佩戴他亲手打造的专属银。今日我才猛然察觉，苏婉瑶头上竟有一只完全相同的银蚕。两世轮回，这是我唯一忽略关键线索。苗疆蛊术传承千年，藏着两世轮回，这是我唯一忽略关键线索。苗疆蛊术传承千年，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阴邪秘术。若是麻叔在2只银之簪里动了手脚，一切诡异之事便能解通损。九叔，我放弃参选圣女，打算进山闭关悟道。院内族人哗然一片，所有人都无法理解，寨子天赋最高、最有望登顶圣女之位的我，为何主动放弃资格？不等马九叔开口劝阻，我转身径走向深山，和灵徐巨石遮掩，就兴昌山，寻到最深的隐秘山洞。搬来巨石，封死洞口，静心修行。外人只当我受刺激失了明旨，大典前夕闭门闭关。可我心底藏着一丝安稳，如今我无蛊可挟，苏婉瑶再无任何借口污蔑我偷窃蛊虫。山洞之内，我刚安顿下来，洞外便传来马九叔焦急的呼喊：“林丫头，你这是闹什么脾气？明日就是圣女选拔，怎能此刻闭关？你苦修10几年，所求就是苗疆圣女之位，千万不要一时冲放弃。你天赋卓绝，随便培育一只虫，都能碾压所有参选姑娘，实现多年心愿啊！”他嗓音沧桑，句句看似为我着想，语气满是痛心惋惜。倘若我未曾重生，
定会被这番说辞打动，乖乖走出山洞，带着蛊虫去给苏婉瞿做嫁衣。琳琳，我听闻你把所有蛊虫都放生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有我的蛊虫供他抢夺栽赃，苏婉瑶自然慌了手脚。可惜为时已晚。我神情决绝，摘下发髻上那只暗藏秘术的银簪，乌黑长发尽数散落肩头。此刻我身上再无半分马九叔赠予的物件，闭眼凝神片刻，走入万蛇谷深处，感悟古道，探寻蛊虫莫名任他人为主的真相。第二日，我头戴薄纱，怀中藏着一条通体青黑小蛇，慢悠悠走到祭台。祭台上站着苏婉瑶与另一位参选姑娘，二人依次放出蛊虫比拼。规则简单直白，蛊虫相较了灵性更强者获胜，知心蛊灵性远超所有毒虫，只要登台便能稳赢大典。我提前放生所有培育出的知心蛊，苏婉瑶只能依靠普通毒虫与人缠斗。我抬眼望向祭台，另一位参选姑娘天赋不俗，全寨育虫驯兽之术，水准虫、相容异兽、极青蛇、蝎、百足虫、猪类、盘雏五类山间灵特质，灵性十足，正一点点压制苏婉瑶放出的百更灵虫。我还未落败，我还有一条本命蛇骨，还未落败，我还有一条本命蛇骨。他抬手在空中划出晦涩骨印，嘴里哼起控骨小调。我怀中那条青黑小蛇骤然挣脱束缚，扭动身躯直奔苏婉瑶而去，心底轻轻叹息，果然还是逃不过。这条青黑小是我摘下银斑后新寻来饲养，可依旧本能想要靠近苏婉瑶，仿佛无论我如何挣扎，都挣脱不开暗中秘术带来的束缚。青黑小蛇亲昵蹭了蹭苏婉瑶的手掌。随即展露灵性，压制住对手的五毒融合蛊。台下族人全员目瞪口呆。这条青黑蛇，我日日用心照料喂养，是我最满意的本命蛊。台下如同爆炸般刺耳欲马，不是苏婉瑶资质平平吗？怎么能出这般有灵性的蛊虫？怕是沈灵都未必能做到。长久素养蛊虫十分耗费心力，他竟坚持至今。这条青黑蛇灵性十足，距离知心蛊只差一步。看来今年的圣女注定是苏婉瑶了。苏婉脸上笑意愈发浓烈，我面纱之下缓缓扬起一抹冷静的笑。琳琳，我待你真心实意，你为何私自带走我的青黑蛇骨？方才那条青黑蛇确实是从他怀里钻出去的。身旁族人纷纷侧目，面露疑惑。方才那条青黑蛇确实是从他怀里钻出去的。薄纱遮挡我的容貌，众人看不清我的模样，纷猜测台下女子便是我。真的是神！他不是进山闭关了吗？怎么会私自带走别人的蛊虫？他平日养蛊手到顶尖，怎么会做出这种抢占他人蛊虫的事儿？苏婉瑶马上就要成为圣女，这件事林怕是要好好解释一番。又是一模一样的戏码，仅凭蛊虫亲近对方，苏婉瑶一句指控便能将我推到风口浪尖。只是这一次，我早已查清端倪，输的人只会是苏婉瑶。我缓步走上祭台，
我本就是参选圣女的人选，我尚未登台比试，何来苏婉瑶已是圣女一说？琳琳，你如今已经没有任何蛊虫可以参赛，何必在此胡搅蛮缠？果然，他能感知我培育过的每一只蛊虫动向。我确实将所有驯养的虫尽数放生，可我早已出克制秘术的法子。我微微扬唇，运转自身蛊力，周身萦绕淡淡的温润蛊光，周身气息与寻常四蛊人截然不同。苏婉瑶看见这股特殊蛊力，脸色截然不同。苏婉瑶看见这股特殊蛊力，脸色瞬间发白，踉跄后退一步，满眼慌乱。你已经参悟了本源蛊道。没错，我在万蛇谷参悟本源蛊道，不再单纯驯养毒虫，而是以自身心神与蛊道相融。我至今清楚，你依靠暗中秘术夺走我所有蛊虫的亲近之心，但今日我已看破这套邪术，自有办法破除。既然我培育的所有毒虫都会因秘术莫名归属苏婉瑶，她还能实时感知我的一切尸蛊举动，那我再驯养千百只蛊虫都无法自证清白。索性放下尸蛊，深入万蛇谷参悟本源蛊道，以自身为媒介，跳出秘术的束缚。在万蛇谷修行的日夜，我放下恐惧，静心与谷中各类毒虫共生共处，体悟蛊道本源，彻底挣脱了银簪秘术的牵住。秘术带来的虚假清净，今日该彻底消散了。我催动本源蛊力，一道温和蛊光笼罩苏婉瑶，破解附载在她身上的命格秘术。我知错了。苏婉瑶心神受秘术反噬，力气快速流失，几乎无法发声。婉瑶，花纹蛇、碧色蜘蛛、异种混合蛊、青黑蛇，全都是我一手培育，为何他们全部莫名亲近你？我只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。说真话，我便请寨老从轻处置；谎话，便交由全寨长老审判。我点燃静心蛊香，稳住他的心神，药力足够支撑他完整说真相。释放本你有之时，施展邪术交换了你我的命契约，所以所有蛊虫天生都会受秘术牵引靠近我。我轻轻拍手，所有疑惑终于尽数解开。马九叔的妻子并非苗疆本土族人，来自南疆边陲，随身携带着互换命格气运的阴邪秘术，藏在2只同款银簪之中。我转头看向不远处的马九叔，我催动本源蛊力。林丫头，不，圣女大人，求你饶我一命！我静静看着他痛哭祈求，掌心蛊光平稳流转，指尖抵在他身前，阻断他继续动用邪术。我养育教导你10余年蛊道之法，看在这份师徒情分，饶过我吧！秘术算计，害我背道10年污名，不能轻易作罢。我上前封住他身上残留的邪术印记，交由寨中长老统一治理。拜见苗康圣女！此此彼府的跪拜声响起，所有人尽数俯身行礼。拜见圣女！人蛊同心，我是苗疆千宝年期间第一个参悟本源蛊道之人，修为远超所有知心蛊。
自大典那日起，整个苗疆的话语权尽数在我手中，全寨族人对我恭敬敬畏，不敢有半分冒犯。依照苗寨公规矩，长老团商议后作出惩戒，马九叔终生不得再接触古书，禁足寨后山思过。苏婉瑶取消圣女参选资格，抄写苗疆古道戒罪100遍，向全寨当众向我道歉。二人长期闭门自省，每日研读古道善心帖籍，洗去心中算计。岁月流转，是10年匆匆而过。我潜心修行古道，容貌始终平和如初。寨中人不再单单称呼我圣女，换了独属于我的尊称——苗疆老祖。